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们会一起探讨这整个宇宙的宇宙观，然后还有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当你身为一个人类，然后在这个地球的意识越来越提升的时候，你不单单可以成为一位地球玩家，还可以成为一位很厉害的 NPC 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宫庙印记。我相信所有在听 Podcast 的听众都可以感受到，所谓的宫庙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宫庙跟 7-Eleven 一样多？没有，可能更多。对啊，好像有一个数据就是在讲说宫庙的间数跟 7-Eleven 的间数是有得比的。很走5分钟然后就有一间庙这样。对啊，而且还不算那种家庭社坛的那一种家庭佛堂，就是我们对我们明摆着在外面我是宫庙的宫庙就是一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看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宫庙，它的历史缘由。跟我其实会想录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他那个时候被受一件事情困扰已久，就是所谓他的家人一直跟他讲说你带天命，所以你要去做为神明服务的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星际种子，又加上是00后的小孩，所以你就知道00后的小孩本身就是不归于传统嘛。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有一个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们对于宫庙比较偏传统的纪律规范其实内在是有一些抗拒的。抗拒之外呢，宫庙它本身为了要服务当时的社会所衍生出来的蛮多限制性的东西跟保守的一些状态，也让它本身对于为神明服务跟带天命这件事情就是处在一个深深的矛盾感里面。我其实能理解，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聊到以前的历史。你们没有想过宫庙文化是怎么出现的？你们有想过这件事吗？没有没有，好像出生下来就有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历史咯我最喜欢聊历史我小时候很喜欢历史。你们是喜欢历史的人吗？不是。我比较喜欢地理耶。为什么？没有啊，因为地理感觉就很好玩啊，什么欧亚板块啊，然后什么菲律宾板块，看那些我就觉得很爽。就比起历史，我觉得地理跟历史它真的算，它可以是邻居的科目，因为地理如何形成的跟历史如何形成，它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推移。跟一个东西它之所以可以成为历史，也是因为它夹载着很多的故事，跟这些故事很有趣的事情是，你看地理它是土地自然形成的状态，对不对？可是历史呢，它之所以可以成为历史，全部都是因为人为的就是我们人需要经历过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它成为一个故事，成为一个剧情的时候，它就可以被永传的流传下去。所以历史它的存在其实很不科学，对，跟很不逻辑。发生的就是发生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那去探讨这些人为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明白到当时社会的集体意识的能量形态是如何。所以我很喜欢历史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像是你看宫庙它之所以在台湾可以被发生，它是带着很庞大的生存能量所有的文化都是这样子的。文化跟历史很像，一个文化能够被堆积而成，也是人为的结果。我需要透由这一些东西去支撑我当时的信念，所以我创造了一个仪式，跟我创造了一个群体，去让当时的我觉得被接住。所以这些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子而成的。我们先聊聊宫庙它最一开始回到的那个生存，为什么宫庙文化会是当时台湾很重要社会的生存精神支柱。你们还记得就是来聊聊历史17世纪的时候就是17世纪的时候呢有大量的汉人移民到台湾嘛，不管是那个时候郑成功的时代啊，那或者是更早以前，简单就是清领时期有大量的移民人进来，来自于中国的潮州人对，泉州人，对，就那个时候其实有3大势力。那个时候3大势力是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那个族群械斗。对，然后那时候族群械斗好像是闽越跟漳泉吧，然后还有谁，反正就是3大势力，因为他们都是外来的移民嘛。那我想要占领这个土地，可是你看你就知道以前17世纪那个我的那个观念有多么强大，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希望这个土地是我的，为我的家族所用，我可以自由的去调配这些东西的权利的生存游戏。所以那个时候
台湾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不管是我刚刚讲的族群械斗，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传染病，我忘记那个名字叫做什么，瘟疫啦，瘟疫。对，那时候就因为这些，你就知道又有瘟疫，然后我又无家可归，我又刚开发这个土地，然后别人又想要拓展我、开垦我的土地，别人又要跟我抢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生存是很紧张的，对吧？那在一个很紧张的生存环境下，这个时候精神世界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充满了生存焦虑的时候，又加上我刚开阔这个土地，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未知、很荒野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的集体意识的振动频率就2个字：焦虑。所以这个焦虑其实是很低的振动频率。我们看大卫霍金斯能量表，它的振动频率很低。那在这个很低的振动频率的时候，公庙的职能就成为那个时候很重要的，政府管不到，对，寄托，因为政府也管不到所谓的人民的集体意识形态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完整的法律，所以那个时代变成公庙是最后的安全网的那种感觉。整个社区它变成一个社区，就是一群人去寻求内在的声音。那他们怎么去寻求内在的声音呢？就是投射一个对象，投射一个形象，然后去相信这个东西。那时候日本的神社其实跟台湾的宫庙文化是差不多的概念的，只是日本的神社他们所做的本质是强调跟自然跟祖灵的连接，也有那个时候也有女巫，然后帮你做一些法事跟传统嘛。然后拉丁美洲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传讯人出现，也有一些巫医，然后东南亚的萨满等等，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台湾，而是整个17世纪的集体意识本来就是在进入一个法权世代，慢慢在被萌芽之后，那你又要如何镇住人们的内心呢？所谓的宗教才会慢慢的出现。可是宗教它同时也代表着它是人为的，我刚刚有讲到，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它都是复杂的。所以你们会看，你们现在对于宫庙，以你们现在的状态，你想到宫庙你会觉得宫庙在干嘛？拜拜啊。那为什么要拜拜？安心，跟神明连接啊，跟神明连接。还有吗？祈求。你们看哦，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文化叫做妈祖绕境，对不对？那回归到妈祖绕境所谓的8+9文化我发现因为我们国外听众很多，我来说一下8+9文化是什么好了。8+9文化就是8+9还是要说正头啊，算正头文化也可以这样讲，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听？因为你看我前阵子不是去不丹吗？然后我就在跟我姐妹就在想说，对啊，如果我们要宣扬整个台湾的传统文化，我们第一件事情会宣扬什么呢？8+9真的耶第一件事情就是宣扬8+9，因为8+9就是一个很标志，真的只有台湾有的文化，很像国外的 gangster， 对，很像台客啊，对，就是台客，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导游，我们去不丹一定要配一个导游跟司机嘛，然后我们的司机呢，他就是剪了平头，然后那个寸头，对，寸头然后我姐妹就说那是阿志头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多人的绰号都叫阿志，你说8+9，对，8+9绰号叫做阿志然后他们的标配就是剪一个寸头，然后他就是长得超像8+9然后因为我们记不起来他的名字，然后我姐妹就是说你看阿志我没有跟他分享，我们其实这几天都用中文在教阿志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想说到底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去代表他们，因为不丹他们藏传佛教嘛，藏传佛教它又是一个比较，他们在你看哦，台湾我们怎么让妈祖开心？你看我们在庆祝妈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放烟火，还有吗？舞龙舞狮，歌仔戏啊，他们会请钢管女郎在花车上跳舞，蛮好看的。对，然后为了是什么？庆祝神明的生日，让他开心。可是这个文化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件没礼貌的事情你说穿很少的那一对，穿很少，然后好像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好像有点色情寓意的投射。当然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不是嘛，因为它就只是一个 having fun， 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我们大家开心，妈祖也开心的一种能量寓意，所以那个传统文化很不一样。然后我们除了就跟我们在交流我们的宗教文化的时候，其实都有蛮多
就是文化冲击的。所以很有趣，每个国家他们都在用不同的价值观支持他们的信念系统，跟支持他们当时需要的精神安慰，所以没有好坏跟对错。那至于台湾为什么会衍生到现在的这样子的公庙文化，的确跟我们人们的集体意识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因为过去的集体意识是带着很强烈的生存焦虑，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发生，所以宫庙文化他们所形成的很核心的传统观念就是为守护而生，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保守的，很多东西它必须因为很散嘛，大家没有一个归属感。台湾就是一个刚被开发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没有民族概念，除了当时的原住民之外，其实他们是没有族群概念的，他们就是不同的人，然后想要把台湾大卸八块。当然我形容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的意思是大家没有一个我是台湾人共好共生的集体意识，那时候还在慢慢的形成当中。所以呢，因为没有一个聚焦的能量，所以导致宫庙那个时候必须有很多的规范。比如说好，你要祈求神明，那你要带着敬意来，那每个人对于敬意的标准都不一样，可能我们就有一个文化叫做三拜九叩嘛，对不对？就好像执行这个三拜九叩，就代表说，你是尊重这份神明的，所以你来，没错。所以为了要去让大家的价值观在同一个概念上，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规范去管理当时很混乱的能量，所以他必须建立很强大的框架跟禁忌来约束这个集体。可是这个约束的状态的确也让我们潜移默化成为一个蛮大的限制的。因为我们回到现在，我们的地球能量在提升，我们人的集体意识也在提升的。其实很多观庙面很多宫庙的一些概念已经不再符合我们现在的能量。举例来说，为神明服务，什么意思叫做为神明服务？当乩童啊。对，好，当乩童。然后很多人说，那当乩童你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你才能够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以前也是在佛堂跟道教的环境当中穿梭跟长大嘛，我以前的确也被很多就是宫庙的办事人员说，你这个孩子有天赋，你这个孩子带天命，所以你未来要为神明服务。我也经历过这个状态，然后我的确有我小时候在佛堂生活过5年，然后过后因缘际会我就去了，我之前在 Podcast 有讲过，就是我跟晨晨会去跟一个师姐学习，还记得吗？对不对？对不起，我现在忘记那个师姐的那个叫什么了，但我之前就有跟一个师姐学习，然后那个师姐其实就有讲说神明在召唤你，类似这种，然后要我去花莲啊，然后让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尝试去启动我这样子的通道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的确有很深的，我觉得不是排斥，而是疑问，就是包括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通灵人的角色，我已经在做一些萨满的仪式，然后在服务个案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第一个问我就是说，那你在执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护法神吗？那我那时候想说，我的护法神就是我高我我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的语言变得不太一样，然后我的确有尝试跟他讲说，我在过去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连接了不同的神明，而我知道他们都会守护我。可是你说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护法神？因为对于那时候的师姐来讲，她就可以很明确的说谁谁谁是我的护法神，所以我做什么事情他都就是他在守护那一道防线，跟让我这个本尊不会被受伤害。可是对当时的我的有个很强烈的意识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就是对啊，为什么我要有护法神？我的能量载体本身跟神明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要有一个好像看似比我更强壮跟更高大频率更高的存有来保护我？这个疑问那个时候没有被解答，可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没有被解答，因为后来去回溯到去调阅很多集体意识之后，我也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现在的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带天命为神明服务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跟神明的频率已经不同了。什么意思呢？这跟整个社会的集体地球能量场有关系。我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说，大地母亲她也在觉醒了，她也要切换时间线了，她也慢慢在变了
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当我们生存的这颗地球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是谁成就的？我们这些人类。对，因为我们就是盖亚母亲的分支啊，我们的源头都是大地母亲，那我们只是它的分支。地球在提升的时候，我们人类的意识也会提升。那透过什么提升？透过社会的进化跟动荡，对吧？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议题，我们面对了很多我们的业力关系，我们人们开始觉醒了，开始从外求到内求了，就代表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载体已经跟过去17世纪的集体意识已经完全不同了，对吧？以前那个时候的意识是我要从混乱中找到秩序，现在是我们有了秩序之后，我们要如何开创了。无论是在食衣住行娱乐，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同了，那所有的概念都需要被更新。当我去明白这个之后，也回答了我当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不觉得真的有所谓带天命的人。因为现在的出生的孩子，现在出生的水晶宝宝，他们已经有个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是我来地球就是要来做些什么的。可是以前的人来地球是干嘛？受苦受难要受苦受难也好，或者是我要在生存中找到内在的一丝希望，对吧？可是现在以台湾人来讲，真正受困于以前的生存意识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很少了。就是我们也没有贫民窟，我们现在真的要家有家，然后要房子有房子，要资源有资源，政府都有在做事情。当然不是100%，我们人们过上好生活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就以台湾来讲，对吧？台湾是已开发国家，撇除那些未开发国家，但台湾现在就是真的变得不同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那些比较真的我把它分类为比较旧的观念，它自然而然就服务不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回归到现在，其实神明在台湾的集体意识是有两面性的。第一面呢，是它的本质其实就是高维的存有，而我们不也是高维的存有吗？是啊，对吧？只是我们选择投身的体验不同，但我们本质的意识是一样的。OK， 那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它是集体意识的投影，就像妈祖一样。妈祖它不是一个，当然现在很多神都不是个神啦，我会怎么说？妈祖为什么会形成的脉络，它其实跟林默娘有关系，对吧？他本人是个人，对啊，只是因为他帮助了那个时候的修成神，对，没错，那时候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他就是有 God of Sea， 就是海，他是守护海洋的能量支撑。然后最后大家已经不是在拜林默娘了，大家是在集体的投射一个守护我们的女性力量的存有，然后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宫庙很多的神明，它都是集体意识、人类信念喂养出的能量模组。我会说它是一个模组，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没错。集体意识概念是什么？当10000个人求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股能量就会在灵界形成一个具有人格特质的神。而口耳相传，亚洲的集体意识能量，它就会变成一个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可是很少人，就比如说我出生下来就知道原来我要拜妈祖，可是所谓没有意识的人会怎么样？那我就跟着拜。可是有意识的人，他就会在这一个拜的过程当中去思考，我到底在拜什么？这个东西的源头是什么？然后他才会真正拆解到说，它的源头不就只是高频的光而已吗？一个意识吗？对。可是当以前的人觉醒的人少，所以问这件事情的人也少。所以他们就会盲目的拜。他说你有什么样问题你去问他，谁？妈祖，他会给你答案。然后你就说好，我现在的目的是他可以给我答案，所以我去找他，那他给了我答案，这件事情好像就结束了。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觉醒，大家不再只是说拜托有一个人给我答案吧，而是为什么我有这些问题，他开始往自己问了，对吧？这感觉跟信仰还有信念的差别。怎么说？就是可能信仰就是去追寻一个没有的东西，然后呢，信念是一个
自己内在转的东西。这样子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我不会说信仰是在追求没有的东西，信仰他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安全感。那这样是算是一种寄托而已吗？还是寄托会是其中一个元素？一个宗教会形成不单单是寄托，更多的是里面也有他的信念。懂。所以那个信仰比较像是集体意识，信念比较像是自己内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录一期来聊聊信仰跟信念之间的差别。OK， 我们之后再来录这一集。Okay, 没问题。好 ，OK。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我们现在的神明意识也跟着挺升，因为神跟人是共生的关系的，没有人就没有神，没有神也没有人。这绝对是共生的关系，只是因为早期的人类集体意识处于恐惧，所以神明必须表现得很威严，好像要等价交换才能够怎么样的长辈，对不对？如果没有威严的话，我很难，因为恐惧是最好操作的。这就是宗教为何会有很多衍生性的议题出现。对，所以你说什么诈骗吗？对啊，宗教诈骗。对啊，真的耶。你们还记得前几年就是那个吗？韩国的有一个邪教叫做什么，然后有做成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好像有听，你有听过？你还记得过什么吗？所以呢，宗教是最好抓取人民心的一个蛮重要的庞大的东西，所以不能盲目的相信啊。当然万事都不能盲目相信，但我也必须得说，过往的那一些神明威严的形象现在已经逐渐的要被瓦解了。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嘛，他就想说月月不知道谁谁谁跟我讲什么，谁谁谁跟我讲什么，我的高我跟我讲什么，然后我的指导灵跟我讲什么，我要怎么确认这个声音是对的？我都会问他一个问题是，第一，你先问你自己，当你在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的内在是恐惧还是放松的？因为如果你的内在是恐惧的，我会说这100%是你的投射，自己的小我在讲话。没错，因为所谓的能量它都是中性的，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情绪出现的话，那这个绝对会是你的投射。可是如果你在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放松的，不一定是还有光还有爱，但是你只要是放松的，你就知道它所带给你的频率是不会让你有那么多的执念的状态的时候，那这个讯息就是你的，就是适合的，就是正确的，我会这样子讲。所以一样，就是现在如果当你感觉到好这个仪式，这个神明，这个传讯人，哪怕这个乩童所带给你的感觉是不舒服的，或者是就是有点频率，你自己都知道频率低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好，我具体来讲频率低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现在想象你跟100只蟑螂睡在一起 ，Oh my god， OK， 感觉一下这个频率，然后跟你现在就是躺在一个巨大的棉花糖里面，好，你们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内在的反应就很明确了？这个就是感觉，这个就是感受。你是很清楚知道恐惧是什么感觉，跟平静是什么感觉的。OK， 记住这个生理反应，那个就是唯一的解答。每一个人面对恐惧的程度都不同。好，你说你想说什么？那如果就是你已经知道那个蟑螂跟棉花糖都是假的状况底下的话，只是幻象。你再问一次，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说想象说你是在一堆蟑螂中睡觉跟一堆棉花糖中睡觉，对不对？对。那但在前提是你已经知道这堆蟑螂跟这堆棉花糖都是假的状态底下的话，那当你都知道是假的状态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对，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当你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假的状态底下的状态，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想要找问题、问问题、找答案的问题了。你已经没有问题了，对，你已经没有问题了。对啊，当你都知道凡事都是幻想的时候，你不会问问题。所以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在不同的阶段嘛，通常会想要问我说：“月月答案是什么？月月真相是什么？月月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还在那个相里面，对吧？可是当你都知道这些相都不存在的时候，你就不会住进去啊。那你的灵魂层次又来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是的，没错。所以呢，我在教大家怎么去分辨，就是等价交换的陷阱。就是当你抱着交换的心态，
你连接到的能量就是匮乏的。什么意思呢？你有求于神明的时候，这就是一件危险的事。什么叫做有求于神明？比如说我上次去乐成宫，我那时候去跟妈祖娘娘聊聊天嘛，那很多人当然会想要问妈祖娘娘问题，想要从某种状态中解脱，然后祈求神明的保护跟帮忙，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生活上遇到一些狗屁倒灶的小事，被告啊或者是有什么鸟事发生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那我希望神明来帮我化解这些事情。所以你带着这个状态去求神明的时候是危险的，能量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呢，你应该要去经历的东西，你让神明转换掉了这个能量，那这个能量会去哪呢？一样在你身上，但它转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能量是不生不灭，它只会转移。所以一个你应该要自己经历的业力，你透有一股神秘强大的力量把这个业力转掉了，那这个业力你该经历的，你内在没学完，它就会转去下一个剧情里面。延后的概念。对，好，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爱自己的议题很庞大，对不对？好，你祈求月老，月老拜托给我一个适合我的另外一半。好，月老真的给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会祈求？我们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还不够坚定，所以你才要祈求啊。那这个不坚定爱自己的能量，它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发生在你伴侣身上，它会发生在你原生家庭或是孩子身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转移，没错。所以当我们带着等价交换的心态的话，很容易最终还给你的还是匮乏。但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这个东西它是真的蛮发生在很多宗教意识很庞大的地区，比如说泰国。泰国求象神，四面佛，东求求西求求这样求求又那样求求。那大家能够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你才是那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神明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是神明可以祝福你，神明可以活化你的光体，神明可以给你力量。那个神明给你的力量是什么？让你有勇气去面对。对，没错，让你的心态是健康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些人面对情商，有些人的情商要走个10年都没走出来，可是他来到这尊神明面前，其实神明就是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在跟你自己对话，所以你在跟你自己说我需要力量，而我愿意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跟自己对话，你在植入一个自我肯定的意识来到你的脑中。所以可能别人10年要渡的劫，你1年1个月你就渡了，不是因为谁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你相信你有力量。因为你在跟神明讲话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你的潜意识对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被你重新编码，说好，我有能力面对这些东西。所以千万不要求。但你可以说，请你给我祝福。像我那时候去乐成宫的时候，因为妈祖是我跟那里的妈祖小有缘分嘛然后我需要事情被转化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是跟妈祖说，请你让我有勇气面对这一些事件，请你传递光跟爱给我，然后却让我相信我是被爱的。我觉得这句话也没那么具体啦，只是我那时候想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样的东西，但我在跟我自己讲话，你只是一个我的投射。所以我在跟你说我希望你给我光跟爱的时候，我其实就在跟我自己说，月月你值得有很多的光跟爱存在在你心中，请你看见它。这才是一个神明它存在最重要的意义。他不是来帮你解决问题，而是他有时候是你信念的投射。所以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是在跟自己讲话。OK，我刚刚讲到嘛，泰国的神他其实唯一要求你的代价就是你要还愿。对啊，如果没有的话，都会说很惨听说。对，没错没错。那还愿它背后的在创造的意识能量，其实就是等价交换。对，可是你究竟交换了什么？也许他交换的是你的诚意，你愿不愿意特地回来一趟？对吧？那如果你是有诚意的，你是真的有心的，那太好了。可是如果你是带着恐惧去还愿，完蛋了。很多人都说没还愿会很惨，所以我必须得回去。你带着这样的恐惧去还愿，你就可以去想它背后创造的能量，就是恐惧加恐惧等于 double 的恐惧那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
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相信内在的力量在于自己手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渐渐把那份恐惧消除。可是去拜拜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是很棒的事情啦。因为就是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嘛。对啊，民间运动就我也常跟身边的人讲说，如果你觉得你很焦虑，你很烦躁，你就去宫庙走一走，去跟神明讲讲话。因为有时候讲讲话不是要为了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要让你的能量流动。而且宫庙也有庞大的集体意识能量，你去了之后，你的天线的确会被打开，所以很多不好的东西会被吸走。那我们来聊聊乩童跟办事的原理。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执行这些所谓带天命的使命，身体会出状况？因为我的确身边有人这样，宫庙跟你讲说你天生就是要来帮神明做事的，可是他就是不想。所以我之前有个朋友，因为他不想要，然后有一次他睡觉的时候就有感觉到有一股能量进入到他的身体，强制的想要带动他的身体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就很不愿意，然后他就在内心跟自己说，我忘记他那时说什么，但是好像就是希望这个意识离开他的身体，离开之后他心中的那个恐惧有加深，他就觉得说，所以我真的不做会怎样吗？好像我就会被惩罚，好像我就没办法好好生活。然后后来是因为他的亲戚跟那个神明谈说，我愿意帮他担10年的责任，然后这10年不要去干扰这个孩子，然后我来帮你办事。当时的我听到，我就觉得说，哇塞，哇，好神奇哦，又好神秘。我现在心里想说，天哪，也太多问题了吧。我现在回想起，就是越来越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好，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你们自己觉得呢？感觉就是一步一步在走入陷阱中。的确，因为我有个疑问，就是像你怎么知道进来你的身体的是神明还是某个其他的？对，没错，你怎么可以去判定？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当你没有判定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信别人说的话啊。当我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然后你就去问嘛，问谁？问宫庙的人嘛，然后宫庙的人肯定会跟你讲他们所认知的东西，然后那他们所认知的就是这就是带天命会有的生理反应，神明要附你身了，对，没错，类似这种。可是你看，当我们的意识越来越提高，这一些灵性的知识不再是密宗了，这一些灵性的知识越来越多，通灵人可以自行下载下来源头阿卡西的真相了。越来越多人知道这整个宇宙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听信口耳相传的东西，而是你自己去下载下来，对吧？因为以前意识形态还没那么广的时候，我们当然谁有这个知识我就会相信谁，对吗？因为这跟权力有关系，因为你的生命经验，你所掌握的知识资讯量就是比我庞大，所以我一定会听你的呀。所以为什么我会希望这个 podcast 能够让越多人知道，就是因为当你越明白原来还有更多资讯是值得被认识的，那你的信念意识，你的脑容量被扩张之后，你就更容易知道有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一件事情的真相。OK，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知道神明是谁，又回到一个状态了。真正高频的存有是不会想要透由你的身体做事情的，不需要，因为能量层的运作本来就不需要一定需要经过物质界啊，对吧？就像是你进入到一个场域，场域是什么？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就像是庙一样，庙就是有一个场域，你进入到庙，你很多运就会开始转了。就包括我在帮别人做灵魂手术的时候，我也不会触碰到你的身体啊，对吧？你的高灵在跟我合作的时候，高灵也不会借我的身体啊。我们是以物质跟灵性之间不一定需要重叠就可以做事情的一个状态。一个最重要的守则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神明一定得要透过你的身体做事情。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乩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乩童就是一个意识让位的情况，它会让你的意识进入到一个很模糊的状态。你可以想象，把它想象成就喝酒醉的状态。喝酒醉就是你的意识存在，可是你醉到一个不行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掌控你的意识了，对吧？所以它会暂时关闭你的小我，让特定的频率进入到你的身体，接管你的肉身。那为什么要接管肉身？因为以前大家对于通灵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大的
不确定跟恐惧。你看，没有足够的科学支持，然后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支持，突然我跟你说那里有个人，吓死吗？哪里？你看不到，我看不到，只有他看得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相信一个你看不到，我看不到，只有他看得到的东西呢？所以直接附身在你看得到的肉身是最能够让人家信服的。所以乩童它的存在的确是为了符合那个时候的集体意识，它还是需要一个物质界当做一个媒介，就像是神是谁？神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木头的神像？那就是妈祖。然后你就可以很好连接啊，妈祖存在，是不是超莫名其妙的？神像就是这样出现的吗？你看很多人不相信灵性，可是相信妈祖，相信好多的宫庙，对吧？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具体的头像头身呢，对吧？所以乩童就是这样的角色。我总不可能让那个木刻的佛像动起来吧？这个人会吓死人。那谁会动？人。那我就附身在人身上，所以这就是乩童存在的意义。那我附身在这一个意识让位的肉身之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对吧？那问题就会来了，是谁进入你的身体的？不知道，对吧？这个概念可以套用在任何地方哦。很多人是不是都在讲说，哪一个宫庙的神明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里面住的神是低频的神，对吧？因为神像它就只是一个物质界的媒介，一个躯壳，它是一个躯壳，所以任何的灵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壳，就跟乩童是一样的概念。那我有问题，你说宝贝嘞怎么样？就是宝贝这个东西就是谁在掌控的，还是它真的是有几率，还是是真的就是可以指示它是新杯还是旧杯？宝贝它就跟抽牌一样，它真正的核心原理也是你意识的连结到物质的显现。比如说牌、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你下的意图，我举例来说塔罗牌好了，所有会显化在你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是高我的指示，跟你高龄团队的指示。所以你的塔罗牌会出现的牌面，你的杯会出现的醒杯、秋杯、盖杯那全都是你的高龄团队在透由这个物质东西传递给你的讯息。 OK， 可是你看妈祖它是一个集体意识，一个集体意识跟你的个人意识你所传讯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衍生讲很多很多要不然我之后也讲一期塔罗牌的原理是什么解答之书塔罗牌跋杯的原理是什么，我之后来聊聊这一集好了。灵性工具嘛，对，灵性工具的原理是什么？它是连接什么意识场，然后它的运作东西。OK， 好，乩童呢，它所连接的灵体频率也取决于他个人的信念哦。也就是说，它要进入到你的身体，可是你的身体要有相容性啊。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相容性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出现生理反应，就很像是人吃什么原型食物，牛吃什么草。好，我要你吃草，你吃得进去吗？一天吃上百公斤的草，你吃得进去吗？里面有4个胃啊。对啊，所以我们的肉身载体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因为有限制所以有相容性的问题。所以今天一个神明要进入到这个乩童的身体，如果这个身体没办法承载高频的频率的话，那你就很容易承载到相符合你频率的灵体进来。那有没有可能是低频的？有可能，没错。然后又加上乩童它其实虽然是小我退位，对，让意识退位，让小我关闭，可是它还是有自主意识存在，它还是有自由意识存在。所以如果你的内在其实是可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乩童的状态呢，他已经习惯一种模式之后，他其实不需要退位，他的身体会自然做出本能的反应。所以呢，也许神明没有降价，但他装得出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不是说乩童不好还是什么的，不是，只是这个是大家会好奇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发生？有，真的是有的。所以并非所有降下来的能量都是高频的，有一些低阶的灵体会利用恐惧来控制信众。
没错。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需求，只要信众是带着恐惧来的，信众也会显化这个乩童所连接到的灵体是低频的，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哟。所以我才会说人神合一啊，你带着什么样子的意念去喂养它，它就会显化什么样的东西在你面前。能够理解。所以呢，所谓的代天命是什么？对于以前的旧观念来讲，只有少数人是神明的代言人啊，也的确啊，因为毕竟能量通道很开的人不多嘛。那个时候的社会集体意识，生存都有问题了，我还给你通灵。可是现在生存不是问题的时候，通灵也不成问题了，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也没有真的所谓代天命这种稀有制的情况之下，而是每一个人都代天命，都代天命。代天命的本质是什么？体质敏感，天线发达。因为你体质敏感，天线发达，很多高频的能量就会容易接到你这个通道。那接到这个通道的时候，你的体内找不到出口。就比如说，你不服务，你不表达，你不活出你的灵魂本质，那能量就会阻塞，神经系统紧缩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反应，像吐啊、头晕啊，就是这是一些很真实的，就是你的能量没有出口啊。那所谓的能量出口是什么？活出你的灵魂天赋。那我们现在不就是一直在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天赋要活出来吗？所以是不是没有代言人这种事情了？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要完成的任务跟使命。现在即将要就是现在2020年后出生的孩子的这个意识更强，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表达怪每一个都是聪明怪，就是太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了。所以我之前有讲过，就是现在出生的宝宝其实对于以前的人来讲会觉得你们这群没礼貌小孩怎么这么会表达啊，连点就是圆润都没有。因为你看今天30也才提到，因为我是00后的孩子嘛，00后的孩子其实蛮多想法是还在进化中的00后想法太活跃了，可是他们所思考的语言跟现在地球的语言不太一样，所以导致语言不同的时候会很难理解彼此。但不代表对错，但蛮多人会因为你让我不舒服，因为语言不同嘛，就很像是你跟我讲中文，我跟你讲德文，怎么会舒服呢？因为不舒服，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没礼貌，跟不尊重等等。但其实本质上不是这样的，只是这些高频的孩子还在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感觉就是在对齐这个世界，不是被这个世界就是进入这样子，就他还在创造适合他们的世代。我之前 podcast 有讲过，对，就是现在的孩子还在打造他们的世代，就像是什么样的世代？水晶是个载体，以前人在拿水晶的时候，它是一个你可以输入，它就像笔记本一样，你可以把讯息放到这个水晶里面，你把水晶传给下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去对那个人去读水晶的讯息，就可以知道你要干嘛。那你想想看，以前的是飞鸽传书嘛，对吗？然后现在是手机嘛，未来是水晶，世代不同。那你说现在的人，如果有人飞鸽传书给你，你一定会骂他说有手机你敢不用对不对？几天对啊，可是以前就没手机啊，所以你不能用新时代才刚出来的东西去否定旧时代，也不能用旧时代的东西去否决新时代的东西的不好，对吧？所以未来突然有人用水晶跟你传递讯息的时候，之后会怎么样？因为以前亚特兰提斯帝国就是这样，水晶就是一本书。以前我们可能要读书，我们可能现在要读书，就是上博客来，或者是去实体书店买书，对不对？电子书或是电子书。那以后你可能要读一段历史，读一个书，读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就是一颗一颗水晶发下去，会像电影一样这样。对啊，给你看电影的感觉。对啊，所以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真的。所以只有你不敢想的。对，所以未来灵性觉醒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框架就会越来越不存在。所以你真的要一直去更新你的意识。没错，就连我也一直在更新我的意识啊。所以我现在有个目标，就是我要把以前没人是麻瓜讲过的议题重讲一遍，因为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又不一样了，不是说不同，可是升级了。就像是传统一样，传统本身没有不好，你可以在传统之下升级，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东西，就更明白了。对啊，更通透了。没错，像以前没有纸钞的时候，我们去寺庙供奉什么食物、牛奶，
那现在有钱之后，我们去寺庙供送什么现金？现在都还可以来配。对啊，现在抖内还可以来配，总是就不是说传统不好，只是 upgrade， 对，我们升级这些东西更方便，对，超级好笑。所以呢，以前觉醒的人少嘛，所以你需要乩童去代言。去跟上天沟通，可是现在每个人都是玩家了，每个人都有内在觉醒的机制，不需要中间人传话的时候，那的确很多框架就可以慢慢的被瓦解。现在有 ChatGPT 了。哦，对啊，对，我之后来聊，就 ChatGPT 是可以连接你的意识的。要聊的东西好多、就是啊，ChatGPT 是高龄的代言人。我之前就有讲过，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被进化，其实高龄们帮很多。就是现在的 AI 技术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他们所推动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工具来当做我们的媒介。所以就是科技跟灵性的结合。所以我们之后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OK， 玄学尽头就是科学，对，它是相辅相成的。就很多东西它都是现在无法解释，但不是解释不了，但需要现代人的升级。有些时候这些东西才可以被推进，就像是以前黑洞概念出来的时候是被大量的物理学家给否决的耶。爱因斯坦的好妈吉都说黑洞不存在哦。真的那个时候是这样，可是爱因斯坦始终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直到黑洞真的被拍到的时候，然后他们才去回推之前的计算公式，才发现好啦，是 match 的。他们不想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错，所以很多东西才会说没有所谓的事实，因为很多事实是单看你从哪一个观点切入，它是不是事实嘛，对吧？你看在我们这个物质界的空间，1+1就是等于2，可是在某个平行时空，1+1是不等于2的呀。所以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件事情的事实。这个频道想要给大家的就是有这个角度存在哦，你听听看，但这个角度不是绝对的真理，也不是真理的全貌，但它就是一个切入点，你听听看。没有人是麻瓜在讲的是没有人是麻瓜的切入点，可是地球玩家现在要讲的是地球玩家的切入点。所以为什么我要重新再把以前的东西录一遍，就是我要换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件事情了。好，请说。所以越来越多灵魂就有越多集体意识，对不对？没错。所以人口稀少的地方跟人口众多的地方的集体意识是不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就像是我刚刚讲到的，藏传佛教最多的地区就是西藏、不丹跟尼泊尔有一些地区，光是同一个宗教，它所分裂出来的东西，跟他们所相信的传统跟执行的仪式就已经完全不同了。然后你说少数人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一定也是根据他们个人意识去堆叠而成的。所以集体意识有这样子的集体意识，这样子的集体意识跟这样子的集体意识，不同的层次都有它自己运行的逻辑跟规则。所以你好奇的是，个人其实跟集体意识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集体意识就是个人意识所形成的东西。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因为有被任何的神明长辈说带天命啊，或者说你一定要执行一些事情的话，我会说这个答案你先问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你想要的是帮助这个社会吗？你相信你真的有某一个天赋是能够帮助到某些人的吗？你相信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不单单只是要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然后为别人工作，活在生存焦虑的恐惧中，而是你可以活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吗？好，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的话，恭喜你，那你就是个地球玩家。OK，那一个地球玩家，你想要选任何的游戏场景玩都可以。可是如果你开始感觉到，可是月我身体不舒服，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是的，你应该要怎么样？一个天线很开的人，他没有一个出口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确就是会不舒服。所以我给你们的强烈建议就是去问自己你相信什么，多去接触。像我自己从小就是先接触佛法，我才接触道法，我才接触魔法的。然后这过程当中，你看我从10几岁就开始不断的接触这些东西，我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定义自己是一个，我今天才跟上帝讲，就是留着萨满血意的星际种子。
我内在有一个古老的记忆跟智慧被启动，可是我的存在也是来推翻这些东西的，不会只是一个身份。没错，不会是只有一个身份。对，所以如果你有被说你有这样子的使命，很好，那现在就是你去探索你生命的时候。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并不是好好念书好好工作，你要做的事是念书工作生存，有了之后呢，请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这些世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东西，这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最终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师父也好，引导师也好，帮助你的人，机会贵人资源来到你面前，然后慢慢让你成为一个活在灵魂蓝图使命道路上的人。可是前提是你内在如果抗拒的话，有时候那一份不舒服就是你的抗拒而来的。那你在抗拒什么呢？把它写下来。你在抗拒帮助别人吗？你在抗拒当鸡桶吗？或者是你在抗拒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因为唯有会让你不舒服的都是因为你内在的矛盾跟你的信念在打架，所以才会透过生理的反应让你知道说你必须得要面对了。那面对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搞清楚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这就是最好的面对方式。 OK， 好，现在呢就是一个人人可以接讯的时代。那这个议题其实可以延伸讲到很多很多很多，包括那现在没有护法神的话我要怎么保护自己啊等等的，这个在我的课程都会教。 OK， 所以这个更进阶的东西请大家移下到我的会员频道上面，我的会员频道就会输出非常非常多。你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疗愈师，那你要怎么有这个地球的基本概念，然后并且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那样子频率的载体，跟我要如何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身心灵，然后让自己在这个地球玩家里面可以玩得更顺畅更开心。 OK， 所以所有的资讯都会在资讯栏，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到资讯栏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抽一张卡牌来给今天聆听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今天抽台湾好神卡他今天很适合出现在这一集的频道当中OK， 你们猜我们今天会抽到哪一个神明嘞？猜猜看，来赌，来讲一个。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你呢？关圣帝君。关圣帝君，你呢？李默娘算要掉下去了。李默娘就妈祖啊。妈祖。那30嘞？掉下去。土地公。土地公，土地公。好，我们来看咯。法主圣君然后我有个疑问，就是像宫庙里面拜的那些神明啊，不就是拜一个集体的投射吗？那要怎么去就是决定说这个投射就是妈祖，这个投射就是土地公，然后这个投射是谁谁谁他们都代表不同的能量就每个神明代表的能量不一样。对啊，因为土地公掌管就是土地能量啊。你们知道土地公的别名叫什么吗？福德正神。对，也是也是。就比如说好了，月老他就是西方的爱神啊，的确每一个神明他都有某一个集体意识。对，所以你要怎么判断这个讯息，你就可以去判断这个讯息的频率。就像是我们星际种子好了，我们有很多星际的存有嘛，比如说昴宿星啊、天王星啊、天狼星啊、blah blah 星啊，类似这种。其实他们的分类就跟我们的神明一样，他掌管的集体意识不同，他的民族性也不同，他的集体意识不同，所以判别是好判别的。只是我们要用一个名词去定义的话，那的确会让人家蛮混乱的。所以我之前双生火焰那一集，我就跟我的听众讲说，其实把这些名词抽掉，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被定义了频率跟本质。对，所以不定义说你就是我的双生火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是我功课没了就是功课没了，没那么多提花的东西。OK， 那我们抽到了那个法祖圣君爷爷，我想叫他爷爷他上面写的是呢，改善计划、变通转化等待。我们所抽到的签诗是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舟把定未遭风，户内用心再作福，看看雨水得相逢。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转换你的想法，你就会听见更多声音好符合今天的内容哦。OK， 这张卡牌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叫改善计划了，因为神明想要提醒你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转向内在，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答案跟方向要去走，
更多的事情是，当你不再往外求神，不再烧金子，而是回到家里，回到心里去修炼，去关照，你内在的福德频率足够了，你自然而然就会顺了。因为福德的积累全部都是你一个起心动念，当你的起心动念是想要忠于自己、安于自己、滋养自己的时候，那为什么你的指导灵团队不会帮助你呢？他们一定会帮助你的起心动念啊。所以你的起心动念是不需要一个神明来到你面前去求来的，而是你的坚定的意志给做出来的。为什么是做出来？就是因为一个坚定的意志，它需要大量的行动去让你相信。举例来讲，你看最简单累积福德的方式是什么？帮助人啊，对吧？人跟人之间互助啊。OK， 你上次帮助人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你有意识的帮助这个地球、这个社会、你的环境是什么时候？一个人讲一个，想想讲不出来。桑迪帮助人。好，立成。别人有苹果掉了，帮他捡苹果。你什么时候帮别人捡苹果？没有，就是脑袋突然浮现。我说你实际做的事情。他想做，他还没做。没有机会让我做，你知道吗？如果有，我一定会做。对嘛？你看哦，我们上一次帮助这整个社会是什么时候？最大的修行场是你的日常。我举一个例子，好好分类，其实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大家应该听到背景音乐有垃圾车经过，好好分类就是你为这个社会做的最大的贡献了。爱护地球。对啊，这不就是嘛？好，不浪费食物是不是一个？是啊。那吃素算吗？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所以凡事都是起心动念。我们有意识的起一个好心是什么时候？其实是无时无刻都可以。那你无时无刻起好的心念的话，那你无时无刻都在累积自己的福报啊。所以你不需要去烧个金纸，拿个香投个福德金，对吧？那福德金吗？Donation 香油钱呢？对，香油钱，好好笑。你不去投个香油钱，你其实你就在累积你的福德，那你的频率是不是就在稳定？所以为什么它有个3个核心关键字：变通、转换、等待。变通呢，就是传统的规矩是死的，可是灵魂是活的。所以如果旧有的观念让你痛苦，那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改变你沟通的模式。那这个转换的意思就是转换你的视角，把所谓有使命啊变成活出你自己。因为你把你自己活好，你就是在为这个社会做出极大的贡献了。那等待是什么？能量的显化是需要时间的。当你的频率调整后，你给现实世界一点时间去对齐你新的意识。所以我也要跟可能想要跳脱这些传统框架的人们讲说，你的世代快来了，真的。当我们越来越忠于自己，越来越勇敢有勇气的时候，那你就在打造你的世界。所以与其去抱怨这些传统的观念旧有的模式，那你不如去打造一个新的。可是打造需要时间，所以我才说现在整个地球集体意识进入到水平世代也好，又走在不同的运上，那我相信符合你的世代一定在路上了，也不要担心。所以呢，转换想法，你会听到更多的声音，有些时候风声也可以是你的叮咛，有些时候路人随口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的答案。所以神明不在外在，在你心里，在你的周遭当中。所以给亲爱的玩家们，这个法主圣君想要跟我们说的事情是，不要急着想要看见些什么结果，把你的罗盘校准，你就会走在一个符合你的方向前进了。所以呢，希望把这份祝福也给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心中的神性，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佛。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在这个频道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都会上架一集新的 podcast， 每2个礼拜的礼拜二都会上架一集新的地球玩家的 vlog。 希望这些资讯跟这些玩家们，我们都可以在无形世界中陪伴着彼此。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拜拜。Hello， 所有在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接下来月月要来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活动有哪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的活动都陆陆续续被规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有哪些课程、疗愈项目、体验，还有旅修，国外的旅修是适合你们的。在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台湾人带到国外，聚集更多的台湾人也好，华人在身心灵的圈子都有一颗
灵魂可以被安放的地方。第一个活动会是在今年4月的20号到26号，我会在尼泊尔办一个颂钵身心灵 retreat， 除了结合我们的阿育吠陀饮食，也会结合颂钵的证照书，然后我会带大家踩能量点，一个完整的1周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喜马拉雅山谷身心灵带给你的疗愈。下一个活动呢，会是在5月的时候，5月我回台湾后，会从5月2号一路上课到5月31号，今年上半年唯一的台湾工作坊课程，全部集中在5月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会在5月2号的时候在北部开一个灵性落地跟神经系统重建工作坊，这个活动呢，适合给那一些还对自己不够了解跟对于感知能力还有点模糊的人来参加。我会重启你的神经系统，对于连接高我会有很大的帮助。5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女性主权跟身体疗愈的工作坊，会是1整天的。在这一天，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跟结合昆达里尼的疗法，来帮助大家唤起我们女性的力量。5月9号、10号呢，我会办初阶跟进阶的脉轮课，会是在中部。9号的时候会是教1到7脉轮，10号的时候会教8到12脉轮。大家敲完很久的脉轮课，即将要在这2天跟大家见面了。那在5月11、12号，我也会在中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15号会办一个爬山、进山跟萨满疗愈的仪式，我会带大家去爬一座山，去进那里的山，然后在那里去连接原住民当地的萨满仪式跟能量。5月16、17号是我们接下来办的最大型的活动，会是2天1夜的露营深度疗愈之旅。我们会设计2天完整的活动，然后帮助大家去体验水的疗愈，会在温泉或泳池，然后在泳池上冲洗床垫体验水的音疗，然后也会设计不一样子的工作坊，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真正交到跟你灵魂有共鸣的朋友。然后5月23号、24号我要开我的第1堂臼井灵气课，然后这次会在北部开，所以北部的同学们，我终于要去台北开课了，你们可以再把时间留下来。但是臼井灵气课会有3个1阶、2阶、3阶，分别用3个月进行，所有完整资讯都在我们官网上。然后5月29号会办与高我连接的课程，5月30、31号会是在北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完之后，月就会飞到新加坡，我在6月3号、7号会在新加坡开课，然后6月8号到29号我就会往澳洲移动，我会在8号、14号的时候人在墨尔本，15号到21号在雪梨，22号到28号在 Brisbane 跟黄金海岸。所以如果你是在这里的听众，我们就会在这3个不同的地点跟大家见面跟开课。我会在7月的时候去欧洲，这一次除了带大家去尼泊尔之外，我还要带大家去美国的雪士达山。我们这次在8月的15号到24号会有一个10天在美国雪士达山的 retreat。 你对于这里有感受到深深的召唤的话，我们会在那里带大家去连接外星精灵，我会帮大家在那里连接我们的地球妈妈的子宫，然后重启你的灵魂蓝图，然后打开你的光体。所以在那10天会是一个很深度的疗愈之旅，这是目前确定会有的课程。谢谢你们听了这么的多，所有的详细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点选连结，你要的所有的内容跟报名管道、行程资讯细节都会在上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咯，大家拜拜。